就是你寻找一些事情的话，你就会慢慢找到一个答案。欢迎 Jenny，哒哒哒哒哒。大家好，我是 Jenny，叫我慧敏也行。我是一个有4个儿子的妈妈，同时我也是一个一直在路上不停努力的创业者。是在德国读的很传统的学位，就是那种本硕连读双学位。2010年世博会嘛，然后结果也就被录取了，在礼宾部就接待贵宾啊，前脚毕业证书还没拿，然后就走了，然后就跟他们一块儿去了上海。世博会是6个月的，然后工作完了以后，我就决定留下来了，就没有觉得要回德国的必要，然后就留下来在上海德国的活动公司，因为你会讲德语嘛，也搞过类似的东西，就接待过贵宾这样的。我是挺喜欢这样子的，就我很喜欢参与，我很喜欢就是投入在里面去。哎呀，真好！后来是怎么选中房地产投资这个方向的呀？这个就是创业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一直那个时候就感觉有点想小试一下。那个时候也没有经验嘛，也不知道什么叫创业，也不知道有什么难度。然后有个朋友说，你在那边工作的不开心就要不就出来帮忙我吧。那个是我头一次的创业经验。然后因为在德国公司里面做的实在太不开心了，就很多规矩啊，德国人很多规矩。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就感觉有一些同事就是老是甩锅给我背，我就有点不开心。那种，就这样，就这办公室里面还是有些政治的嘛，我就觉得好像有时候做事情好像没什么，不知道什么目的，还很无聊。后来跟他出来创业了以后，那个头一次，大家后来也是还是没有一起工作了，然后就轮到就是我开始有第一个小朋友的时候，然后其实有几年我是什么都没有做的，就是全职的妈妈。就我那个时候有老大老二的时候，我挺享受跟他们在一起的时间的，但是总是有一天我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吧。那我怎么可以平衡这个呢？很多人都会说我反到那个就是那个职场里面，但是我就想，如果是我做我喜欢的东西，就像以前那样的话呢，那我就常常都会出差，工作时间就长，周末也会加班，也不少。那我怎么能够就是也陪伴他们的同时，又可以就比如说就发展我自己的所能呢？后来想了好久，一直在想怎么工作可以让我那么弹性的上班。然后其实是没有的，因为你去帮人家打工，人家都希望在某个时候某一刻见到你，最好就坐这儿那富爸爸穷爸爸这本书你看过没有？看过，我看过。我一开始我听过很多年，我一直觉得是心灵鸡汤的朋友，我以为是鸡汤书。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上了我人生第一个也是最没用，但是也是一个起步的一个房地产投资的课程，就从那本书打开了，原来可以通过房地产去赚取那个被动收入，然后原来还是那么重要。然后就那本书以后，我的思维方式就慢慢开始朝我一直都很想发展的方向去了，就是自创业，做房地产。然后现在也延伸到除了房地产，我还有另外一家去recruit 远程助理的一个公司，然后就帮助其他的房地产投资者这样子。然后所以现在我就有2家在英国的小公司在运营。房地产做了有多长时间了？到现在就是房地产投资这个方向。这有6、7年了。就我妈妈也就觉得你就带孩子不要那么累，还搞什么创业，还这个那个那么多事情，她也心疼我。但我觉得我宁愿是现在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我就多做一点，然后他们长大了，我就可以全程投入到我的就是投入到我的事业里面去了。我有4个儿子，他们就是3、6、9、12岁都是儿子。哦，天呐！我刚刚最近这一次父亲节6月份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出去了嘛，也是出差嘛，然后就把4个孩子都扔给他了。我就跟他说父亲节快乐，这个礼物我想送你好久了。我现在你开心吗？对，终于可以有一个人抱着4个孩子的时间。以前我不敢的，以前我总会就是比如出差就尽量带一个出去，就让他比如说少管一点点，就到时候就放在比如说朋友家这样子。然后就尤其是最小的那个，但是后来就现在可以就撒手不管了。然后爸爸就周末没有保姆的时候，就4个就一个人对着他们4个，也是另外一种体验嘛。房地产投资这个方向主要是在香港和英国。香港倒没有，主要都在英国。主要就在英国这边。但是投资者就是有国内的，有在德国的，有在英国的，有在香港的这样子。就是因为他会投资到我的项目。就我这里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就我不是那种中介，就我不是那种我有房子卖给你的那种，我是直接去找房东，我会直接跟他们联系。就如果我觉得那个房子会合适就用来投资会有好的回报的话，我会主动联系。然后有时候那个房东他们会给我就是回个信，然后说我有这
意思可能要卖掉房子，要么咱们谈一下这样子。然后如果谈得成呢，那同时间我是会找一些资方，就可能是在香港的，可能住在新加坡，住在别的地方，然后就让他们比如说去投我们的项目，可能是购房的那一块，可能是后续装修的那一块，都有不同阶段的。所以我要亲自去有时候要去英国，也要去看看房子啊这个事情，或者是跟那个房东碰个面啊，大家就是做个朋友啊这样子。所以就跟一般的大家对房地产理解，中介我卖房那种有点不一样。6年来，你觉得培养出来你自己最核心的一个能力是什么？我觉得加强了我对问题难度的那个忍耐性和这个应付问题的能力。其实创业都是这样子的，你本来就是为什么要创业，就是因为有一个这样的问题，你去帮人家去解决，或者是房东他们可能不想管理房子了，他们觉得管理房子好累，或者是他们遇到不好的租客又不知道怎么赶走他们，就他们觉得很累了，他们去想退场，然后我们这些进场就是用另外一种的投资方式去把那个房子可以搞起来，让它有很好的利润这样子。所以等于就是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的那个远程助理的那个服务也一样，我就是培训他们去解决其他人就是那些投资者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帮他们去解决日常的东西，或是帮他们去找房子，像我自己这样的团队帮我去找房子一样。所以都是去解决问题。但是以前可能对问题的那个耐受度啊，或者是那个金额，各种各样的就是那个耐受度可能比较低一些，毕竟都是毕业以后就那么一点的工作经历嘛。但是原来同一个项目，你以为是同样的东西在复制，其实每一个项目里面碰到的应该这么说，碰到的问题还有就是能出问题的地方都不一样，每一次都不一样。跟带小孩一样的，就四个不同性格，不同的性格就不同的问题，搞不同的事儿出来，然后我们就一起去解决。我觉得中间也很多相通的地方，就我自己我管理我的那个事业，我的公司，还有就是我怎么去培养孩子，中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是我一直在转换，在从两方面去学习的。所以管理一个那么大的家也有点像管理一个小公司。那你现在等于有3个公司喽？哎，对，可以这么说，就只不过这里员工不太听话。员工还未成年。对，哎，就星期天的时候，他们就会体现到他们员工的力量，就是我洗盘子嘛，他们就一个一个的，每人有一个不同的岗位，他们就一个帮忙就负责擦那个擦盘子，一个就负责摆回去，另外一个不是负责就是扫一下地啊，另外负责别的东西。就是他们周末，尤其是我一个人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保姆放假的时候，他们就会就像小鸭子一样，一个一个就在那边帮忙。然后你是如何培养你这个投资的眼光的？因为比如说对于我来说，我如果要作为一个外行哈，然后我在找一个房子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对，但是你是可以很快的去判断，OK，这个地段值不值得投，这个房子有多大的升值潜力，或者这个项目是否长期是可行的。定期的线上线下的那些活动，我都会积极的去参加。然后你会认识到不同的也是做房地产投资的。然后很多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就会一起去分析怎么去做这个房子，怎么去把它怎么做法可以让它更盈利，或者是就以后的升值潜力会比较高。大家会去讨论和交流，然后很多这样的信息里面就不知不觉都学了。然后就是我看的时候，我不会凭直觉去投资的。虽然有一些了解的不够深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冲动，就人家有一些可能觉得我必须得在伦敦买房，或者必须在哪里买。现在就是说有一些地方我是比较了解的，就比如说英国的中部 Midlands 那一块我的主要的投资也集中在那一块。我没有在伦敦开始，因为我觉得当时那个门槛特别高。现在慢慢会在那边慢慢开始找了，因为有资方比较多了，问题该问谁，问题有什么出现的可能性，然后就去控制那个风险是最重要的。现在不会说像刚开始一样，哎呀，我很想有一套怎么样的房子，那个是当时知道的不多的时候的一个想法。现在就是说，总的来说就没有这样的感情了，就反而是说，从我搜集到的一些资料去考虑，都是数据，还有就是跟当地的那个中介啊，不同在当地工作的人，不同行业的，就对跟房地产有关的行业的人去聊天，听听他们对那个地区特别想法。尤其是这个地区，我不100%，你也不会可以100%了解，但是我想多了解一些地方，你就跟那些人聊，就会得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信息。然后
所有东西都是会放到我的信息盘里面去一起去看。你可以想象像指挥，我就是那个指挥，每个人都有他演奏的那个乐器，每个人懂的都是他自己的乐器，无论是律师。就是测量师，或者是建筑师，或者是那个装修师傅，各种各样的，还有就是mortgage broker 那些，然后他们给我的那个信息，只是从他们专业里面给我的那个信息，我就是最后站在台中间去操控，我要多一点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还是什么时候需要到他们，就我就是中间那个指挥，就我们作为一个房地产投资者就是这么一个角色，所以不凭直觉，你还是有谱的。你怎么看接下来英国市场房地产这一块儿的发展？它会保持现状，还是会往上，会往下？现在工党上台了，有很多政策出来呢，就对房东也不太友好的事情也有，但是就说也是说你看你怎么去解决问题，你可以说这一些难题出来了，我就退场了，我就不玩了，或者是我就都卖掉手上的那个资产了，你也不一定要这样子，还是有那个方法去解决的。所以就说现在目前来说，我感觉就是说，如果你是没有特别大的经验、特别多的经验，你对这个不了解的话，我觉得不是一个随意投资的一个好时候，除非你认识一些，比如说很有经验的，他领着你去做这个项目的，可能会很好。因为传统的一般的，比如说我就过来买一个房子这样子的话，那你如果不了解的话，你可以是最后要付很高的税的。以前有一些费用可以，比如说你的mortgage 你的按揭可以就是贷款可以抵扣税，以前可以不用付税，现在就变成是你收入的一部分，那个也要打税了，等于你的收入就更低了。所以如果你一开始你不了解，你就随便因为我想买房，我喜欢英国，或者是因为我女儿要在英国读书，我就买房吧。然后呢，之后呢，如果你不知道中间的政策怎么去规避税，怎么去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好的 structure。承托你之后的买的每个房子的话呢，没有好的 structure 的话呢，那你之后就很容易会亏损，或者是你会发现你自己很难再从这个窟窿里面跑出来。所以我觉得跟香港有点像，它不是一个你可以快赚钱的一个国家，就快买快卖这样，不是这样子，现在也不是这时候。但是呢，长期来投资呢，你不能只看短期。对，就不能炒房呗。炒房的话，大家可以看看其他的地方，有一些现在中东不很喜欢，就是一直在建嘛，也就是低税或没有税的优惠啊，很多人就喜欢在里面投资的也有的，但是那个是一个我们说 booming market， 我就是一个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发的越来越大的一个经济体系嘛，所以它的不变数、不稳定性还是有的。虽然说它现在目前感觉就是有钱可赚，所以赚快钱的话，可能在别的地方，但你长远的稳定性，你可以希望去要管控你的那个风险的话，我觉得英国还是相对好的一个国家，因为它已经有很成熟的法律体系，很成熟的体系，很多虽然很多这些规矩，但是也保护了双方所以我觉得长远来说还是可以投的，但必须得看清楚让你去投资的，就是你跟什么人投资怎么样的项目。你成立这个第二家公司的现在的这个当时是一个什么背景？就是你是不是发现了，哎，这个市场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需求，但是目前没有一个很合适、很匹配的方案，所以你才做的第二家这个公司啊？就房地产啊，除了房子上面能赚钱之外，嗯，教育方面也是很赚钱的。我后来就看懂了，它这个教育的游戏，很多人就是吸纳不同的学员去学某种投资策略，或者是去学他们怎么成功的。然后呢，他们就付费去学这个课程，对吧？基本上是没有风险的，也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你也不需要放什么deposit 在里面去的，因为钱收了，成不成功是你自己的事情。好了，就他们是不用负任何责任，但是他们赚的盘满钵满的。然后呢，我发现很多这些就比如说买了这些课程，或者是他们有这个意向的人，他们有这个野心，有这个目标。然后呢，另外就是这一边是他们一个想象，另外一边呢就是找到他们觉得合适投资的房子。这个中间有一个去 take action 去干活的一个环节，这里呢是很少人去触碰到它的，他们只是跟你讲未来愿景多么的好，这样的那个投资策略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好做。我在那边就是就在旁边给你一些策略，教你怎么去做，但是去找这些房子，就中间这个过程，很多人就这里就结束了。我学了，我感觉良好了，我不做了，也有的。我就发现中间那么多人想要从这个案到这个案。都到不了，我很早就已经开始就找了我的第一个远程助理，然后呢，后来我就找了他以后呢，慢慢也找了第二个，就帮忙负责不同的事情，然后后来就有其他的这样我们的同行吧，也是房地产投资者嘛，他们就说，哎，慧敏你怎么可以从香港
然后那么远的地方，然后就投到那个英国去。我在伦敦，我投你一样的地方，我也觉得这2个小时的路程好远了。然后你怎么做到了？然后就那种，然后后来就这样的，慢慢就有人会找我，哎，要不你找到一个那么好的培训的那么好，你帮我找吧。然后刚开始就是帮了一个找，后来就慢慢发现，哎，我一个一个这样找，好像好累啊，要不把它变成一个可以盈利的东西吧，就填补了中间这个空缺的地方嘛，然后就可以帮你做了很多你觉得很繁琐的东西。比如说其中一样东西就是就是管那盘账，但是你不做也不行。那我的助理就很好的补了这一块，那我就可以在我不工作的时候，也有人去帮我推进这些事情，然后挺美好的。然后我就可以把我仅有的时间还有精力，我就放在真正需要我去做的事情，然后真的需要我去做决定，或者是我去产生价值的事情我去做。那这个远程助理，我如果想报名的话，我怎么报名？我是不是需要有一定的学历基础啊，或者是专业知识啊？具的也很好很好的一个英文的程度，就是主要就是英国的房地产所有管理啊，怎么去找房啊，他们的所有的工具资料在哪里找啊，我都会给到这一批助理。行政上面的东西他们都会就是最基本所有助理我觉得都应该是要有这个技能，但是他们房地产上面的知识呢，就是我手把手一个一个给他们教的。如果是比如说你是有这个想法，你觉得英国投资英国的房地产是我感觉就是你相信这个市场，然后呢你想多了解的话，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就观众可以作为一个资方，你可以跟我联系，我可以告诉你一下我们都在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我们未来在找的一个是什么样的项目，然后你可以了解一下大概英国投资是什么样的概念，回报率是多少，我们怎么去封管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做投资的。要么你就是找到房子没有钱，要么就是有钱没有找到房子。我就是前者，我就是那种找是找，但是我就一直有新的项目，就是希望有一个资方找到资方去进行下去，你找到也没用。所以我们都是要么就一直在找房，要么就是一直在找钱的路上。所以大家可以有兴趣的一起聊一下也可以的。今天非常感谢 Jenny 从香港然后连线来到了我的聊天室，然后祝你越来越顺利，然后事业谢谢。成功。是啊，好呀，谢谢你啊，说的太好了，谢谢你邀请我那就上来。这样，拜拜拜。拜。